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8号至9号访问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举行多种形式的会谈。印媒在莫迪启程前放风称，此访将加强印俄之间的合作。而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是，这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莫迪首次访俄，也是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一次单独访问。那么他将与普京谈什么？为何这次访问令美西方紧盯？来看分析。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普京将与莫迪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此外还将以扩大范围的形式举行会谈，双方代表团将共同参会。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非正式环境中进行交流。此前一天，印度外交部也公布了莫迪访俄的更多细节。 Prime Minister is scheduled to arrive in Moscow in the afternoon, late afternoon of 8th July. President Putin will host a private dinner fo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on the day of arrival. The next day,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s interactions would include an interface with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Russia. As part of programming elements, Prime Minister will also lay a wreath at the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 in Kremlin, and thereafter Honorable Prime Minister will visit the Rosatom Pavilion at the exhibition venue in Moscow. 印度外交秘书夸特拉指出，莫迪与普京将在会谈中讨论包括国防、贸易、投资、能源合作等在内的两国所有合作领域的问题，还将对有相互利益的地区和全球事件分享彼此的看法。 他还预告，两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双方将签署一系列文件。作为世界第3大原油消费国，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并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供应。据熟悉情况的印度官员向彭博社透露，印俄两国领导人预计将讨论一系列问题，但不太可能达成突破性协议。该人士表示，双方将探讨的议程包括一项后勤供应协议，以加强印俄两军合作，重启关于联合开发第5代战斗机的讨论，以及核电合作。 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媒体在报道此次莫迪出访俄罗斯时，格外突出意义重大的表述。根据《印度论坛报》的说法，首先，这将是一次独立于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访问行程；其次，莫迪在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3任总理任期，而普京也在今年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第三，这将是莫迪自2019年以来，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2年多来首次正式访俄，重续中断2年多的印俄首脑年度会晤。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莫迪而言，此次出访实际上是打破常规。在莫迪此前2次新任期伊始，首个正式出访国家往往选择的都是邻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于莫斯科关系的重视。This comes as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een trying to isolate Russia. New Delhi is a traditional partner of Moscow in areas such as defense. It has repeatedly abstained on UN resolutions demanding an immediate withdrawal of Russian forces from Ukraine. 深圳卫视梳理发现，莫迪上次访问俄罗斯是在5年前，当时他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20次印俄年度峰会，而莫迪最近一次前往莫斯科是在2015年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普京最近一次与莫迪会面，则是于2022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2021年，普京也曾前往新德里与莫迪举行会谈。第一个呢，是对俄罗斯的战略上的一个补偿。这补偿呢，就是因为莫迪政府呢，过去4年呢是非常亲美的，包括这个他第3任期刚刚开启之后，他又参加了G7的峰会，他又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这个乌克兰问题的会议啊。 所以，作为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平衡他必然要这个对于莫斯科进行访问做一个平衡。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印度的传统的外交战略而言呢，这个俄罗斯一直是他最信任的这个战略伙伴。在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这个未来的情况下呢，对印度而言，跟俄罗斯的战略友谊呢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外界看来，印俄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
俄乌冲突2年多以来，印度一直拒绝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在金融领域助力俄罗斯冲破封锁。有印度高级官员表示，印度现在主要用阿联酋迪拉姆支付俄罗斯的石油，两国也找到了解决武器和其他商品支付系统僵局的办法。该官员补充，印度的做法使得俄罗斯企业在印度的账户上积累了价值多达80亿美元的印度卢比，却无法使用。而根据协议，俄罗斯利用这些资金投资印度企业，购买更多的电子产品、药品、农业工具和纺织品。不过，从新德里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商业关系仍不平衡。印度每年进口约600亿美元，而俄罗斯从印度购买的商品不到50亿美元。因此，在本币结算、能源合作中，两国将如何就具体问题进行沟通，是此次莫迪与普京接触的一大看点。另一方面，印度仍高度依赖俄罗斯出口的武器和武器备件。就在莫迪访俄前夕，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下属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4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已安排在印度生产芒果坦克破甲弹，口径125毫米的芒果炮弹用于 T72和 T90坦克火炮。印度陆军接装了这2种坦克的各种改进型。俄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指出，俄罗斯弹药在印度的生产本地化程度未来将进一步提高。近几年来，印度在俄乌战事中可谓是大发了一把俄罗斯的国难财，不仅自己采购了大量的俄罗斯廉价油气，甚至还将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资源转手就高价倒卖给了一些西方国家。外界注意到，美西方舆论紧盯莫迪此次访俄。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此前表示不评论此事，但在莫迪出发之前，《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纷纷发文关注。报道中还不忘提醒，印度是美日印澳4边机制的重要支柱。彭博社指出，上月莫迪赴意大利出席7国集团会议，如今又将在莫斯科会见普京，这是印度两面下注战略的一部分。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呢，实际上是印度呢，在美俄之间的平衡上迈出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就是呢，这个天平呢向俄罗斯这边呢稍微靠一靠啊，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姿态，所以这个姿态呢对美国而言，对欧洲而言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冲击。有观察认为，莫迪此访正是为了平衡大国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或将再次上台的前景下，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可能出现质变，印度需要提前修正外交布局，以免对自身利益形成冲击。莫迪这次跟俄罗斯走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倒向俄罗斯，而是要利用印俄关系这个杠杆来撬动美印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在美印俄这个三角恋当中让美国吃醋，从而拿出更多的诚意，带着更多的厚礼来追求印度。